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上期彼得在热心的马律师帮助下洗刷了罪名，他将菲斯克送进了监狱，金并赔了儿子又折兵，被改造的阿里斯特当场叛变，反而让打算和哈利订婚的玛丽姐放弃了哈利。父亲作为曾经的犯罪头目，艾丽莎决定女承父业，他派墓碑去毁掉《号角日报》手中关于谢尔维曼家族的资料。墓碑得意地告诉艾丽莎，他在《号角日报》有老熟人。彼得将照片交给罗比的时候，也不敢相信艾丽莎居然是犯罪分子。罗比感慨，纽约这个城市虽然繁华，但皮下全是罪恶，就算是蜘蛛侠也帮不了太多人。当晚，彼得照常夜巡，没想到意外逮到罗比的儿子兰迪。兰迪被自称乌合之众的帮派教唆袭击警察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敢下手，随后就被蜘蛛侠带走。彼得见他还有良知，也没铸成大错，于是把人放走了。另一边，墓碑为了销毁底片，冲进了彼得家中，他又砸又翻，吓傻了梅姨，甚至连彼得的密室都被打开。但超级反派不需要势力，他甚至没发现一旁的蜘蛛战衣，在找到彼得床底的照片后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彼得回家就见房门被踹开，顿时冷汗都吓出来了。见梅姨没事儿，彼得怒气冲冲地追击墓碑上了大桥，但被愤怒冲昏头脑的彼得不是墓碑的对手，反而被对方举起来扔进江中。再爬出来时，就将墓碑逃走了。兰登回到帮派，吹嘘起自己从蜘蛛侠手下逃生的经历，成员夸赞不已，并忽悠兰登加入乌合之众。还有个考验，需要他现在回家把枪带上。兰登犹豫了，可在人群的怂恿下，还是返回了家中。彼得追丢墓碑后，返回家中劝导梅姨好好休息。他得知墓碑拿了艾丽莎的资料后，觉得唯一有辈分的罗比可能有危险，于是换上衣服，急匆匆地朝罗比家赶去。罗比刚从妻子那得知儿子旷课一周，还发现兰登试图盗窃自己服役时留下的手枪。罗比正准备教训孩子，一通电话打了进来，要求他去外面碰面。彼得发现他脸色难看，于是立刻跟踪了过去。罗比走进破旧的教会，彼得暗中观察，惊讶地发现和好友碰面的人居然是墓碑。罗比以为墓碑已经死了，两人互相认识这件事让彼得有些吃惊，而墓碑威胁罗比压下谢尔维曼的新闻。不过罗比想都不想就拒绝了，作为媒体人，他是不能昧良心的。墓碑懊恼，决定给罗比点颜色看看。彼得立刻出手将其拦了下来，可彼得的力气比不过墓碑，打斗中碎裂的石柱掉落，天花板摇摇欲坠，砸向了被压住的罗比。彼得赶紧张开蜘蛛网救下差点被砸中的罗比。这时墓碑拆掉了剩下的石柱，房屋一阵摇晃。彼得赶在教堂坍塌前救出了罗比。彼得好奇罗比怎么会和墓碑认识，一问才得知墓碑原名叫劳尼，罗比和他从小就认识了。墓碑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人，砸窗抢劫还非要罗比给他打下手。结果警方赶到现场后，罗比吓得掉头就跑，墓碑遭到了逮捕，被关进了少年看守所。再之后，罗比考上大学，劳尼却走上了犯罪道路。罗比时常想，要是当时被抓的人是自己，事情会不会就不一样了？罗比工作不久后，突然收到一条消息，有人要秘密潜入化工厂基地搞破坏。罗比意识到这是个大新闻，立刻赶到了工厂，结果发现告诉他消息的就是劳尼，对方戴着手套，要让罗比留下指纹，然后污蔑他才是潜入工厂的人。罗比气不过，试图抓捕劳尼，但对方却狡猾摔下楼梯，下面就是工业废料。罗比想救他，可劳尼戴着手套打滑，他自食恶果，落进了化学池。破案了，纽约罪犯为什么抓不着蜘蛛侠？因为他们人均小丑。在别的同事作证下，罗比洗刷了罪名，劳尼却下落不明，警方都判定他死了。没想到他还活在世界上，并再次出现来报复自己了。彼得从未见过如此脆弱的罗比，只好先将他送回家。结果罗比一回去，发现儿子兰登居然又跑去见什么帮派好友了。所谓的乌合之众帮派，其实是墓碑给罗比设的局，他引诱兰登加入犯罪组织。罗比得知儿子上了墓碑的当，转身让妻子丢掉手枪，一路朝墓碑所说的化工厂冲去。彼得从罗比妻子那里获得了化工厂地址后，立刻朝那边赶去。中途神秘女人再次出现，她告诉彼得不要光拼力气，要想办法用人心去破局。罗比和墓碑会面，他儿子就在下方帮助团队盗窃。墓碑用兰登没有戴手套留下指纹证据威胁罗比，要求他删除艾丽莎的照片，但罗比早就加急印出了报纸，几小时后全纽约都会知道这件事。彼得看到俩人的争执，趁众人没发现，一把抓了兰登，告诉这个不孝子实情。兰登觉得这是假话，他认为忙碌的父亲还不如帮派成员关心他。彼得将憨憨兰登送去了墓碑的办公室。罗比真的为了自己
己反抗了墓碑。而当他爹一脚踹开警报器的时候，乌合之众立刻逃跑，谁还在意兰登的死活？兰登意识到错误，两人冲进去帮忙，可惜兰登战五加属实拖后腿。罗比在制服墓碑的时候，差点被摔进化工池，彼得飞身荡过去救下了好友，顺势将逃跑的墓碑双脚捆住，倒吊在化工池上方。之后夫妻俩报案，警方赶到现场将墓碑关押。这对父子也在这场战斗中和好如初。彼得不由得感慨，人心何尝不是一种武器？然而祸不单行，不久后纽约警方收到消息，有一名爆炸犯袭击了居民楼，警方惊心动魄的逮捕被直播出来。彼得作为号角日报的记者以及蜘蛛侠，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，正好救下了被罪犯卡萨迪袭击的李警督。见卡萨迪身上还绑着第9炸弹，彼得立刻将炸弹薅走，焦头烂额的往外冲。卡萨迪还洋洋得意的等着破坏他计划的蜘蛛侠被炸死。炸弹范围200米，四周全是高楼大厦的建筑。彼得见时间来不及了，破罐子破摔，将炸弹扔向空中，巨大的轰鸣声响起。最终除了被波及了一些的彼得外，其他人完好无损。就在彼得解决爆炸的时候，一颗天外陨石砸进了公园，被附近路过的情侣发现，一红一黑的2股液体附身在这对情侣身上。神秘女人再次找上彼得，她提醒彼得，不久后会有一场危机找上门，想战胜这个新敌人，就只有找到敌人的敌人联手。而此时监狱中的艾迪·布莱克还在向心理医生诉说自己和黑色战衣是如何联合变成毒液，然后因为蜘蛛侠破坏的缘故失去了自己的黑色战衣。温柔的卡夫卡医生觉得艾迪出现了幻觉，便让他好好休息。这时因为恐怖袭击被关押进来的卡萨迪对医生出言调戏，艾迪将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另一边，逃走的摩多和多玛姆再次联合，多玛姆命令摩多去监狱找到艾迪，答应帮艾迪和黑色战衣融合成为毒液。但艾迪成为毒液后，必须要向多玛姆效忠。艾迪想起卡夫卡医生，有些犹豫，摩多便利用他对蜘蛛侠的仇恨，逼得艾迪答应了合作。一旁的卡萨迪得知还有这种好事，立刻开始献忠诚，非要去做多玛姆的道子。但遭到俩人一致的无视。多玛姆的计划目的是斯塔克公司研究出来的新机器，一个能跨越时空的传输机。于是康纳博士带上彼得和黛布拉一起来参观，还引荐俩人认识了目前在纽约的史塔克工业负责人。这时摩多走了进来，彼得吃了一惊，他意识到这场发布会绝对要出问题，多玛姆可能想利用这个装置传输来地球。监狱那边被附身的女性假意探望，实则重新让黑色战衣寄生了艾迪。艾迪热情地向卡夫卡医生展示了成为毒液的自己，然后轻松击倒警卫，转身破开墙壁越狱。卡萨迪看着大摇大摆离开的毒液，眼红不已。毒液则找到多玛姆，质问他为什么要帮助自己。原来毒液的诞生需要艾迪的仇恨和怨念，没有艾迪的话，毒液就不算完整。于是多玛姆让摩多利用投资商之一的身份潜入史塔克工业，再用传输工具引导毒液返回地球。最后他们再控制被毒液附身的人来找艾迪。多玛姆需要的就是那个传送机器，摩多一个人抢不走。趁着机器演示的时候，毒液潜入基地开始搞破坏。彼得不敢相信毒液居然又回来了，他赶紧疏散人群，随后换上蜘蛛战服杀回来。毒液确实很难缠，彼得的所有能力毒液全都会。他发射蛛丝将彼得粘在了蛛网上，这时一发炮弹打在毒液身上，战争机器居然对彼得伸出了援手。毒液还以为他是钢铁侠，便和战争机器扭打在一起。这时有在现场的记者开始往外直播，乔纳和卡夫卡医生都看见了新闻，一个想找蜘蛛侠的茬，一个担心艾迪的安危。两人同时赶往了史塔克发布会现场，而场内彼得和战争机器的合作成功压制住了毒液。摩多赶紧向多玛姆汇报消息，但多玛姆早有准备。原来毒液前段时间正在分娩，他生下了一个红色战衣。这时摩多想起了艾迪隔壁的卡萨迪，他立刻带着红色战衣找上了卡萨迪，因为卡萨迪渴望屠杀人类，于是红色战衣又获得了新名字屠杀。就在毒液被战争机器的声波攻击的时候，屠杀冲了出来阻止了攻击，还管毒液叫了声爹。这对外星父子联手反击蜘蛛侠和战争机器，但屠杀可不是毒液，他在战斗中误伤了匆忙赶来的卡夫卡医生。艾迪被卡夫卡医生劝导，希望他能克服被力量控制的思维。这时屠杀已经抢走了时空转移机设备，甚至重创了战争机器和蜘蛛侠。屠杀兴奋地抓起昏迷的蜘蛛侠，手臂变为斧头的他眼看就要对蜘蛛侠痛下杀手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迷家的汉堡，喜欢蜘蛛侠的小伙伴记得点赞评论哦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